民国29年，我加入了军统的日晷行动，成为了军统的线人。我负责把录音计划资料等等拿出来交给他。日晷又送来一份录音计划的资料，你好好看看，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 何明远确实是个谨慎的人。一开始，他只是发展我做军统的线人，直到我提供了录音资料，大概半年左右，有一次我跟他提起，在东京，我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从那时开始，他考虑我的入党问题。你是在什么时候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民国30年，洛英计划进展到了关键阶段，军统命楼明远将日晷行动收尾。比起共产党一心想要捣毁洛英计划，军统只在乎那一批资料。军统当时给我下达的命令是，带着日晷，还有抄好的洛英计划资料本，回到重庆。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天是4月11号，陈科书记来到了上海，楼明远同志将我的情况汇报给了陈书记，经他批示，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候补党员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的一员了。那上级对我有什么指示吗？上海最近风声鹤唳，我们的人处境非常艰难。组织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决定让你立即撤离。最稳妥的方式，就是借由军统的渠道。让我跟军统的人走。我会告诉军统那边，你已经拿到了洛英计划的全部资料。这2年，重庆站的人为了拿到这份资料，花费了国民党不少经费。只有拿到这份资料，他们才能向代理交差。东西在你手上，军统的人拼了命也一定会把你安全送到后方。国民党就没有想过，即便拿到了这份资料，如果大乔继续做实验，怎么办？根据军统那边的情报，洛英计划也烧掉了日本人大量的经费。现在实验没有成功，资料却已经泄露，军部应该很快会暂停这份计划。如果大乔还是不死心呢？我会继续留守上海，随时向组织汇报情报。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会彻底毁掉这个实验所。这是组织和你的联络暗号、解码方式。看完背过后烧掉。记着，等你到了重庆，等待组织召唤。所以说，黎少棠看到了报上的寻人启事之后，就是拿着这个联络方式，去找到了组织。您好，先生，抓什么样？当归1两9斤，茯苓4两1钱，忍冬3两3钱。责怪我，一心想在离开前拿到最后一批资料，可那一次，我失败了。三井博士。大林長官は前隊長が最近多くの反日野郎を逮捕していたと言っています。彼は俺にもしウェルス地下の人体を行えるならよりうまくいかないかってきた。はい。それだ。おい、お前何してる？すいません。最近忙しすぎて疲れて寝をしまった。
早く片付けて終わったら帰れ。我想，反正是逃不掉，干脆就用我这条命替宗之彻底捣毁那个研究所。我不灭，我终究还是没能逃过大乔的眼睛。更恐怖的是，大乔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筹备810了。大乔，您安藤给我注射图真剂，我没能熬得过去。所以曾纪武才会突然去奥斯舞厅，把冷远带走了。楼明远，曾纪武，他终于还是来了。我的错，我愧对于他。他在被带走之前，还在担心你的安全问题。我一旦出事儿，切记一定把洛英计划的资料带走。2天后晚上9点半，向原弄51号见。其实从那个时候，黎少堂就已经顶替了日鬼的位置上。我本已做好了受死的准备，可大乔没有杀我。大乔一次次给我用图真剂，对我刑讯逼供。我控制不了我自己，不知道吐露了哪些情报。你要牢牢记住，这个人里吐出的每一个字，你要用这些细节拼凑出一个比中村幸之更加真实可信的日晷。这本该是一个一箭双雕的计划。你可以趁机打入军和共党，成为周旋其中3方的间谍。为了更多了解日晷的信息，我一直留着中村这个帝国的败类。没想到他在810里竟然装疯作哑，竟然搭上了共党，跟欧小安一起逃了出去。无论如何，您都不应该再相信欧小安。你是在责备我吗？学生不敢，只是这个人确实麻烦，几次和他交手都险些暴力。如果你能够按照原计划，在离开上海的火车上把欧小安藤朝的资料交给我的人，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我一直等到火车离开上海之后，再下令逮捕欧小安，就是为了确保资料已经到了你手上。可是，在火车上接应我的人已经死了，我只能把资料交给军统，这样同事能博得他们的信任啊。军统的人确实很信任你，竟然让我在绞刑架前，在最后一刻，以说服沈冲听从你的意见，让我在世人面前上演了一出假死的把戏，来金蝉脱壳。军统对你的信任简直超乎了我的意料。老师，您难道是在怀疑我的忠诚？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对我的情感。
可是，对帝国，你是不是抱着同样的忠诚呢？您是这世上最了解我的人，您不该质疑宝石。好，我收回。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你说，就连中村这样的从小土生土长的日本人，都能够被共产党思想痴化，背叛帝国，何况是你？在如今的情势下，眼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计划继续进行。军统比我们更想对付共党，只有抓住这个心态，帝国才有再赢回来的可能。在810里，我遇到了陈克同志，把李少棠假扮我身份的事情汇报给了他。他担心李少棠趁机打入组织内部，就安排了你和我一起越狱的计划。我们的任务是揭发李少棠，抓住大乔，粉碎洛英计划。我想安斯莱，是你现在已经是组织的一员了。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你说，你还记得4年前你在上海撤离，转移了一个叫日晷的军统人员吗？那个人叫李少棠，他是日本人研究所里的一个技术人员。你听好了，这个李少棠是大乔和也的手下，是特务。什么？是大乔的人？真正的日晷现在就在这里，就是明天你要带他一起越狱的哑巴。他叫中村信之，是龙岩同志发展了我党的同志。日本人？是的。你们俩越狱以后的任务就是揭发李少棠，抓住大乔和也，粉碎洛英计划。从现在开始，你的代号就叫子夜。记住，在任务没有完成之前，你不得向任何人暴露你共产党员的身份，包括自己组织里的同志。你还记得我给你的那包家信，里面有个收件人叫老何的吗？我记得，他的地址是上海霞飞路上的一家秋水布行。是的，这个秋水布行是我党的一个重要的联络点。等你完成任务以后，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这个老何。这封信是我的，他看了信以后就会向组织证实你的身份。明白了。接头暗号是吴小安，这个暗号也是我给你的一个寄语。7月5日，与子同袍。逃出810后，我一直贴身带着这些资料，进了战俘营，把它藏到一处墙缝里，才躲过了士兵的搜查。这些资料太重要了，有了这些资料，大乔和也就跑不了了。你告诉我，我们的计划会不会有问题？绝对不会。有了那批生化资料，军统只会更信任我。我耗费了这么大的心血，只要明白，忍受了这么大的屈辱，把我毕生的心血研究交给了国民党，
和你。是，老师，国共和谈显然已经没有办法决定中国的未来。山东已经打得不可开交，生化资料对于短视的国民党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他们最在意的是那批毒气弹。所以，老师，您务必要在回到帝国之后，再把坐标给到他们。国民党一定会帮您扛住一切，只有这样，您才能安全回到帝国。这些年，如果不是被共产党耗尽了这么多时间，我一定会为帝国争取这场战争的胜利。谢谢经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永远要记住你的身份。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对我的恩德。陈书记和李满秋还在李少棠手里。我们必须阻止他们。现在有照片，有证据，有我可以作为指认大乔和也和李少棠的人证。你在这儿把自己藏好。陈书记说了，指认大乔和也还有李少棠，那是我的任务。我想起来了，我全都想起来了。给戴老板干活的人，还有不抽烟的。以前抽，老烟枪了。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小年纪就已经是个老烟枪了。后来我认识一朋友，他肺不好，劝我把烟也戒了。我跟他开了个玩笑，打了个赌。我说，你要是能把烟戒了，我就把唱片送给你。为了赢他，我一根都不抽。我以为他那么小的孩子，烟瘾那么大，不可能做到的。可是没想到，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抽过一口烟。这一张老唱片，就是我赢来的。就为这个，把烟都戒了，就是喜欢。如果你在凌晨窒息的黑夜，远远看见了一道光透了进来，你一定会拼尽全力朝那道光爬过去。告诉叶先生，我要加入共产党。昨天我们几个同志研究了你的入党申请，现在我郑重地通知你，鉴于特殊时期，组织上决定接纳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时就解。现在你跟我宣誓。9548送出去了吗？送走了。秦墨卿，我跟你打听个人。什么人？你知道老何吗？上海霞飞路秋水布行的老何。如果你认识的话，帮我转告一下，
叶先生给了我一封信，让我亲手转交给他。你全都想起来了？想起来了。知道了。大乔和也没死，他人应该还在战俘营，但是被藏到哪儿就不知道了。我怀疑他利用手上的生化资料跟军统做了交易，3天后就是战俘遣返的日子，他应该会利用这个机会秘密回到日本。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好好计划一下，要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公审大乔和也。像他这样的战犯，绝不能让他轻易的回到日本。更何况，如果他真的利用军统和李少棠研究生化武器，还将这些生化武器留给国民党，那我们的居民都处在威胁之下。明白。还有一件事情，你说。欧肖安告诉我说，他恢复了记忆，他要见老何。见我？他怎么会知道我？我从来没跟他透露过组织的任何信息。他说他想起来叶先生有一封信，一定要交给你，而且当年上海的联络地址也都是对的。目前当务之急是要阻止他们遣返大乔。见欧肖安的事情，让我再想想。毕竟李少棠的前车之鉴，我们绝对不能再有第2次。那我先找个理由，尽量推迟见面的时间吧。但是我敢保证，欧肖安跟李少棠绝不一样。328部队劳务班长吉冈邦彦，381部队特赦监狱2等兵原田宏树，第894团步兵7连队曹长明木三郎，432部队上尉三木四郎，第15师团步兵37连队股长铃木一郎。哟，李副站长。秦科长，你哎，大家好，这位就是今天负责遣返的李副站长。李副站长，你怎么在记着我了？哎呦，现在走，赶紧。李副站长，听我说，美国人，这些美国记者一听说今天遣返，就非要来，还拿美国大使馆压我没办法。不是啊，我是这么想的，我一听说他们要来，我想，哎，这不正好吗？正好是我国民政府优待战俘的一个绝佳的宣传材料。赶紧拍，赶紧走。哎，好嘞，放心啊。哎，各位记者朋友们啊，这些就是今天即将要被遣返的日本战俘。今后我国的日本战俘都会陆续被遣返。我国民政府一直秉持着优待战俘的宽大政策，不仅保证他们的衣食住行，还有完备的医疗条件。我相信，我国民政府对待战俘的方式一定能在国际上起到表率的作用，是吧？啊，大家抓紧时间，快来。328部队财务班长长谷川龙，432部队大尉星野弘，381部队特赦监狱1等兵浅田嘉信。行不行？哎，带他们走。这美国人我真管不了，我这带他们走。这不是大乔和也吗？那是大乔和也。国民政府都把大乔和也判给死刑了，他为什么还在啊？孩子，随便吧。走了，把刘带走。他为什么还会在这？别动手！能不能给我个解释呀？大乔和也为什么在这？废物！妈的！废物！都他妈是废物！啊！这么低级的错误都能犯，你们是他妈干什么吃的？干什么吃的？现在好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大乔和也没死，都在指责我们，连共产党都会上报纸大肆说我们国府居然出了这么大的丑闻。
不光是跟日本人交易谈判，而且还包庇制造了大乔和也的假死。美国人还让我们国府给他们一个解释，解释个屁呀！他们就想分一杯羹。这回好了，国内外的声势都是让我们重新审理大乔和也，公审大乔和也，公审呐！美国人说要派个法官过来做主审，以示公正，丢不丢人啊？丢不丢人？哎呀，沈主任，消消气。是，您喝口水，喝口水。沈主任，喝口水，喝口水。但沈主任，有件事我必须要强调一下，这个大乔和也的事一直是您还有黎副站长这个负责的。至于他怎么就死而复生了，或者说是重新公开审判，我们实在是爱莫能助。是啊，魏站长，我们也是权衡之后，为了国府的利益才留住大乔。如果现在重审，他很有可能揭露我们的全部计划。呀，黎副站长，你就别说了，什么计划不计划？你看看，把沈主任气的，啊，要有眼色了。公审是要公审的，不公审难评注目。要公审的话，把大乔在法庭上口无遮拦，依旧是火上浇油。局座的意思是，计划搁浅，先处理好大乔和也的事儿，再做生意。小安，你带行动处的人去重庆的各家报社还有电台，告诉他们，有关日本战俘的事情，谁也不能报道，谁报道就封谁。明白？我这就去。莫青，你去探探美国人的口风。是。沈主任，我会去查查最先煽动记者，我怀疑他是有身份。另外，大乔那边我也会找他谈。行吧，解散了。李副站长，留步。局座让我转告你，让我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3天之内拿出一套方案来，能够让这个计划继续进行。可您刚刚不是说搁浅？这只是权宜之计。局座认为，留着大乔和也对我们日后对付共产党大有用处，明白吗？我明白。去吧。这些就是今天所有到场记者的名单和身份调查。按照你的安排，我已经逐一调查过了，大部分人背景都是干净的。据那个美国记者乔治说，第一个发现大乔的是在他身边一个自称是中央社的记者，但是我到中央社一查才知道，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中央社的。他叫钱程，是《丰都日报》的记者。事发之后，这个人便查无所踪了。你细查了吗？这家报社的规模很小，档案也不全。就目前他们所提供的资料来看，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在申报做过记者，所以不可能在上海拍过大乔和也。没做过记者，前后不到1分钟，还隔着一段距离，他是怎么认出大乔的？李副站长，会不会是我们内部出了奸细？秦莫清，您就是老何？叶先生的信呢？信没在我身上，但是内容我知道。启曰无一，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蜉蝣之语，衣上楚楚。心之忧矣，与我归处。您是？欧孝安同志，我就是老何。
这首诗是我刚刚入党的时候跟陈书记，也就是叶先生单线联系的时候使用的暗语。只有我们两个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已经很久没用了。终于找到你了，终于啊！叶先生跟我说，找到老何，说出这段暗语，你们就知道我的身份了。老何同志，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欧小安，代号子夜，向组织报道。欧小安同志，我代表组织，感谢你为党做出的一切。你的情况我会尽快上报给组织。但是我现在需要了解的是，你在810逃出来的时候，陈书记给你布置了什么任务？揭露李少棠的日本间谍身份，还有阻止录音计划。我们的同志已经揭穿了李少棠的身份，他没能成功打入我们。但是李少棠到现在为止，还在跟大乔和也酝酿阴谋，录音计划也没有停止。这一点，组织上也得到了情报，正在想办法阻止他。根据你提供的照片，我们联系了东北抗联的同志，核实了李少棠的日本身份。浅野轻言，终于把你给抓出来了，我的兄弟。浅野轻言，对，这才是李少棠的真实名字。他是日本人，是大乔和也的得意门生。大乔和也培养他这么久，就是为了把他潜伏在军统站，让他继续做生化研究。你告诉我，这些资料是从哪弄来的？知道李先生出事以后，这间房就一直被锁着。这是李少棠吗？李少棠啊，果然是日本人。怎么办？汇报给站里吗？现在不是时候。这些资料是从我一个用了好多年的东北线人手里拿过来的。那依你看，这个浅野轻言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肯定是日本人啊！您看，全家福、儿时照片全是日本人啊。可他的母亲是中国人啊。李少棠可是帮着大乔和也做事的。你这些所谓的情报，李少棠早就告诉我了，而且他还告诉我，东北抗联那边一直在暗中调查他的背景。哦，对了，你说那个东北线人，不会是抗联的人吧？李少棠这完全是为了他的假身份在狡辩。陆小安，你知道你今天的行为是什么？就往轻了说啊，这叫通共；再深一些，我甚至可以怀疑你是共产党员。怀疑我是共产党？沈主任，文站长，我现在是在向军统揭发我们站里的日本间谍，怀疑我是共产党，这什么意思啊？我们站里现在跟日本人有合作了？日本人已经投降了。至于李少棠的身份，还有大乔和也是死是活，这已经不重要。二位领导，李少棠是日本间谍，你们真相信他会死心塌地的帮军统做事吗？只要他能让大乔和也的生化武器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我凭什么不信他？他研制生化武器的初衷是对付中国人啊！欧小安，你现在可以回答我，这些资料你是不是从共产党手里拿的？
是从我的现任手里拿的。好，让我信你可以。但是局座和国府需要看到你的忠诚。现在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影响极坏，共产党呢又趁机煽风点火，整个国内外的声音都是要重审大乔和也。现在美国方面又派出法官来主审大乔和也，以示公正。局座的命令是：你在法庭陈述时，那个遣返人员户田龙一不是大乔和也。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沈主任，我问一下啊，您的意思是让我在公审的法庭上替大乔做伪证是吗？你们知道他杀了多少中国人吗？不要闹情绪，要以大局为重。我不妨告诉你啊，黎少堂正在老板的授意下部署一个重大计划，所以关于他身份的一切问题，老板不会允许你再多过问，哪怕他是日本间谍。要是我不答应了，这是局座的命令，更是党国的命令。要是不答应，现在就以你通共的罪名枪毙你。小安，党国面前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就算我们跟日本人合作，能够剿灭共产党的话，任何任务都是可以接受的。是我冲动了。沈主任、温站长，我明白，一切以党国为重。这就是全部的资料了吗？对。那个记者安排好了吗？放心，已经安排好了，估计现在已经在下一个联络站。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抓紧把另外一个人送出去。你是说中村吗？军统已经跟大乔合作了，重庆太危险了。现在全世界的舆论都聚焦在这次庭审上，我们不能再把希望寄在美国人身上了。军统已经让我出庭做伪证了，他们跟美国人私底下早就勾结好了。放心吧，我会安排的。金门前，这些资料呢，在明天的庭审上，我想把它全部公之于众。大乔的身份必须揭穿，不能让他再活下去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欧小安？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吗？